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个字而已，那就是水。我问您，上善若水是什么意思？那其实是说，如果我们要修道，我们就要向水学习。水虽然它还不是道，但是它最接近道。水最省力，它从来不花力气，你哪里低我就往哪里流，我还费力气吗？所以孙子兵法整个就在讲水，你只要抓到水的特色，你就知道该怎么打仗，不用花那么多精神去整天背呀，整天研究呀，没有必要。就是借力使力，然后趁势而为，不要有自己的主张。水从来都没有主张，有什么主张？孙子兵法所提倡的不只是战争的胜利，更是一种无战而屈人之兵的极高智慧，体现在了我们的各种生活与工作场景中，可以说是真正的生活哲学。史记第一，用智慧找出胜利的关键。我们以前总觉得战争是硬拼实力，以力破力，而真正的智者能以最小的代价赢得胜利，而这一切的开始就在我们这一章讲的史记。孙子告诉我们，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儿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，仔细研究。所以孙子教了我们5个要点来研究战争的胜败。首先是道，就是要和人民心意相合，人民才会全心全意支持。然后是天，这里指的是时机、天气等因素。第三是地，比如地形、地势、远近等等。第四是将，这就看指挥官的智慧、信誉、仁爱、勇气和严谨等素质了。最后是法，这里指的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。这5个方面，指挥者必须全部都懂，全都掌握，才能打赢战争。孙子还教我们要细心观察和比较两军的情况，看哪一方的君主更明理，哪一方的将领更有才干，哪一方更能把握天时地利，哪一方的军纪更严明，哪一方的兵力更强大，哪一方的士兵训练更到位，哪一方的奖惩更明确。这样分析比较，就能判断谁能赢。孙子还说，如果君主能听取他的建议，那么这场战争一定能赢。他还说，他的军事思想能被接受，并配合良好的外交情势，就能把握住战局的主导权。所谓情势，就是利用有利的条件来制定应对策略。战争是需要计谋的，所以我们要能装弱以迷惑敌人，要能装作退却以诱敌深入，要能假装打远的地方来打近的地方，要能在敌人贪心的时候用小利诱敌，要能在敌人混乱的时候打击敌人，要能在敌人充实的时候防御敌人，要能在敌人强大的时候避开敌人，要能在敌人威风凛凛的时候扰乱敌人，要能在敌人谦卑的时候使敌人骄傲，要能在敌人安逸的时候使敌人疲惫，要能在敌人和乐融融的时候分化敌人。总的来说，就是要在敌人没有防备的地方攻击他，要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行动。这一些就是指挥家的制胜秘诀，不能事先告诉敌人。还没有开始打仗之前就能够预知胜利的，那是因为筹划周密，条件充分。还没有开始打就能知道赢面不大的，那是因为条件不够。条件充分，赢的概率就大；条件不足，赢的概率就小。根据条件的分析，我们就能知道战争的胜负了。打赢战争并不只是硬碰硬，而是要巧妙地运用智慧来制敌。了解自己，了解敌人，就能掌握胜利。就像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我们要学会用智慧，而不只是运用力量去面对挑战，这样我们才能无往不利。作战篇第2章，善用资源，迅速取胜。这一章节我们将探讨作战这一个主题，它涉及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的投入。如果战争拖延太久，那么不只是士兵会精疲力竭，国家的资源也会被耗尽。所以如何善用资源并且迅速取胜，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孙子说，要发动一场战争，你需要准备的物资包括轻车1000辆，重车1000辆，全副武装的士兵10万，还要将粮食运送到千里之外的战场，这一些都需要大量的费用。
包括前线和后方的支出，接待使节、谋士的费用，武器维护的材料费用，以及维护战车和盔甲的支出等等，每天要花费1000斤的黄金。只有做好了这些准备，10万大军才能出征战场。不过，军队作战最重要的是要迅速取得胜利。如果战争拖得太久，军队就会变得疲惫不堪，士气也会消耗殆尽。如果攻城，则会耗尽军力。长时间在外作战还会导致国家的财富耗尽。当军队变得疲惫不堪，士气消耗殆尽，军事力量耗尽，国内物资枯竭时，其他的邻国将会趁虚而入。到那时，即使是再有智慧的人，也无法摆脱困境。在实际作战中，我们只听说过将军因为没有高招而不能迅速取胜，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却也能在持久的战争中获胜的将军。长期的战争对国家来说从来都是没有好处的，因此只有我们深入了解战争的坏处，我们才会了解用兵的好处。擅长用兵的人不需要再次征召兵员，也不需要多次运送粮食，他们会利用国内的资源来提供武器，并从敌国那里夺取粮食，这样军队的粮食就能得到充足的补给。国家之所以会因为战争而变得贫穷，是因为军队需要远征，这就必须进行长途的物资运输。长途运输将会使百姓变得贫穷，而驻军的地方物价也会飞涨，物价飞涨就会导致物资枯竭，物资枯竭就会导致赋税和劳役加重。在战场上，军力耗尽，在国内财源也会枯竭，百姓的财产将会损失70%，国家的财产也会因为车辆破损、马匹疲劳以及盔甲、弓箭、矛戟、盾牌和牛车的损失而损失60%。所以，明智的将军会在敌国解决粮草问题，他们会在敌国夺取1吨的粮食，这相当于从本国起运的20吨，在当地取得1吨的饲料，相当于从本国起运时的20吨。因此，要使士兵拼命战斗，就必须激起他们的愤怒，并鼓励他们。要让士兵愿意去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，就得用夺取的财物来奖励他们。所以在战车战争中，夺取10辆以上的战车就应该奖励最先夺取战车的人，而夺取的战车应该立即换上我们的旗帜，并将他们编入我们的军队。要好好对待俘虏，让他们有归顺的心，这就是战胜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方法。因此，最重要和最有力的作战方式是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，最不适合的是让战争拖延。真正懂得用兵之道、深知用兵厉害的将帅，他们控制着人民的生死，他们主宰着国家的安危。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战争中，资源的管理和运用都是关键。一场战争的长短都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繁荣与否。因此，明智的策略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，尽快结束战争。这是一种我们都需要学习的生活智慧，让我们在面临人生的各种挑战时都能做出最好的决策。好，魔宫的第3章我这几天也会加班加点的更新，孙子兵法这个系列我会在今年年底把它给做完，订阅支持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让我们幸福喜悦吧，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想，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。可是呢，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，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，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。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，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，将自己交给了灵魂，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